哦，对了，台南的香肠也太好吃，一个字爽，2个字很爽，3个字特别爽。怎么办？我讨厌我这个改变，就是我在台湾竟然控制不住我的，我变傻了，我的音量变小了，我竟然爱上了看新闻。那么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在台湾这定居2年，到底发生了怎样惊人的变化呢？悠悠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29岁之前，我没有认真看过一天新闻呢。在之前的视频分享里面有跟大家提过，我们大陆有新闻联播，你不管转到哪一个台，都是同样的画面，有一种鬼撞墙的感觉。确实觉得新闻联播有点太枯燥了一点。但是呢，来到台湾定居之后，我发现每一天的午饭和晚饭都是新闻配饭呢。那么再说一下第2点的改变，就是我变傻了。之前在大陆生活的时候，总会每天带有很大的焦虑感、压力感，对待每一件事情都有点神经质。来到台湾定居这2年，思维有点缓慢，做事有点简单，还有一点点健忘的症状。我的音量变小了。第一次踏进台湾大门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失聪了，听不到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每回到上海生活，刚回到上海的前大半个月的时间，完全不适应。太吵啦！我讨厌我这个改变，就是我在台湾竟然控制不住我的食量，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淀粉，怎么办？这2样食物是我在大陆明确戒掉的东西。从我11岁开始，我已经是戒米、戒面、戒任何有淀粉的食物了。原因呢，是因为当时从事舞蹈专业，我妈妈呢很严格的要求我的体重控制，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一直到来台湾定居，破功，完全破功。肉燥饭太好吃，米糕也太好吃了，怎么办呢？最近呢，发现玉米也很好吃，每次去市场都忍不住要买一点。而且呢，台湾的烤地瓜也很好吃，可以让我回想起来我的童年。过年优爸回到台湾之后就大吃大喝，带我到处去吃小吃。结果呢，直到现在我仍然是重了2公斤。这2公斤的肉啊，我算是减不下去了。就算是戒掉了米和面，还是戒不掉肉嘛。盐酥鸡啊，东山鸭头啊，都是我的最爱。第1天不吃，第2天就一定要去买。多晚都要买，不然我就睡不着觉。尤其是盐酥鸡和东山鸭头，一定要配蒜头吃。哦，对了，台南的香肠也太好吃。香肠啊，它是那个用炭火烤的，就一种炭火的那种香气，再加上香肠鲜嫩多汁、甜甜的味道，充满了我的口腔。怎么可能戒得掉？对了，还有台湾的肉圆好吃，最近很爱喝4神汤，猪蹄也很好吃啊，大肠也很好吃，很香，而且一点都没有臭臭的味道，很干净。台湾的猪肚也很好吃，软软嫩嫩。对了，来到台湾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竟然敢吃鸡屁股了。在我们大陆啊，其实鸡屁股这个器官是没有人会去吃的，不管是买生鸡还是买熟鸡，总是最先切掉扔进垃圾桶的那一个器官就是鸡屁股。但是呢，来到台湾定居之后，尝试一些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我的勇气呢就鼓舞我，让我吃到了鸡屁股，7里香。吃到之后才发现，原来它就是上天的恩赐，那个嫩度啊，直接就是爆汁啊，太好吃了。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爱吃鸡屁股的女生。台湾的食物真的太神奇了，可以让我就是没有禁忌的大吃特吃。刚才呢说到吃淀粉呢，其实是因为保持身材嘛。但是呢，来台湾之后，
吃很多肉的这个改变，不是因为保持身材，是因为之前遭遇过一些事情，特别是在上海和北京居住的时候啊，有2次这个事件，去菜市场买猪肉，结果呢，这个猪肉买回家之后，在切肉片的时候，发现那个肉里有那个白色的痘痘。我外婆呢跟我说过，这种东西叫做米猪，就猪已经生病了，应该说它是寄生虫嘛，密密麻麻都是白色的小球球，超级恶心。第一次在北京经历的时候，还拿着肉回去找商贩让他退钱。第2次在上海，也是在菜市场遇到这样的问题，干脆就是不退了，吃哑巴亏算了，也不想去吵架。从此之后就再也不吃猪肉了。直到来了台湾之后，我才很放心的觉得台湾的猪肉真的很甜很香。优爸呢总是用一个词去形容肉，就是这个肉很甜。我在想啊，肉很甜，甜的这个口味应该说是糖果吧，或者说是水果。肉呢在我从小的观念里面，就是你可以说它香，你可以说它鲜，但是绝对不能是甜的，你感受不到那个甜从何而来啊。可是呢，来到台湾之后，吃过的一些肉食的汤啊，包括菜啊，那个肉里面还真的能够散发一种甜甜的味道，又流口水了。回过头来说大陆的那2次遇到的问题，米猪，我外婆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在她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呢，大环境很恶劣，别说吃肉了，就连吃上米、吃上面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陆有一种树叫做榆树钱，那个树很高大，长了一片一片嫩嫩绿绿的小叶子，那个小叶子啊是一串一串散发出来。当时的社会环境，那个就是一道菜。查资料发现，现在还是有人食用。大家呢都会纷纷的去上树采榆树钱，煲粥喝啊，或者说是做饺子馅，据说还蛮鲜嫩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树的品种啊，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种。那我外婆呢，人生当中也遇到过这么几次米猪。外婆跟我说呢，当时她也是大概20多岁，小孩还很小，想吃肉，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在路边碰到卖猪肉的。当时那个猪肉卖得很便宜，是很多人都在买。那外婆呢也是买了一些，回到家之后切开才发现，它里面呢是有一粒一粒的，它是生病的猪。后来呢，外婆跟我说，她把那个猪肉里面一粒一粒的那个寄生虫啊挖出来，肉呢还是吃了。毕竟当时呢吃肉这件事情已经是比较奢侈的了，也舍不得丢。想一想呢，那辈人还真的是蛮不容易的。那当然了，对台湾的肉食品还是蛮有信心的，每吃肉就很放心。但问题来了，现在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很怕在台南再生活个1年，变成大胖子。怎样才可以控制住我的食欲啊？那么以上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来到台湾定居之后我自己所发生的变化。对于我个人来说，不管是我的心理还是生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而言之呢，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心宽体胖，确实呢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是很舒心的。1个字爽，2个字很爽，3个字特别爽。我惊奇的变化就是我很敢看医生。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啊，我们在大陆啊，其实是很少去医院的，基本上其他的小病啊都是自己去开药。但是呢，来到台湾之后，因为有健保嘛，我没有想到，像我其实现在没有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呢，我依然有健保的这个享受。发现来台湾生活的外籍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印尼啊、菲律宾啊、越南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呢也是有健保待遇的，这一点是很赞的。来到台湾定居之后呢，就把我前26年没有看的牙全部都看干净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我们大陆看牙齿是很贵的，平常的蛀牙呢，一个洞就要100多块钱。
2个洞就要200多块钱，它是按洞算的。记得呢，在成都拔过一次智齿，那次智齿拔了我快600块钱人民币，但是来台湾之后啊，把另外2个智齿拔掉了，只花了挂号费。小到大，对于牙齿的护理啊，包括健康检查，都是很欠缺的哦。我们的政府也没有资助我们每年都会有洗牙的一个待遇，也没有资助小朋友半年可以涂1次氟，完全都没有。这些都是我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的。台湾真的对于牙齿的这个健康的教育很重视，这毕竟牙齿嘛，一辈子只能有这一口牙。其实呢，我有一颗大牙是拔掉的，没有的，到现在也没有安装上，也是因为父母没有及时的给我做治疗，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坏到完全没有医治的必要了，医生说救不回来了，你放弃吧，他已经死了。把我这一口牙看完之后呢，也会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说一下我在台湾的一些看诊的日常，也顺便 po 一下看诊的费用吧，就下面就会有一群羡慕的目光投射过来。我确实觉得，这也是我很幸运的这一点，就得到这个福利也是很有福分的啦。当然了，现在在台湾生活，拥有到的所有的美好，无论是我的生活环境，还是我的健康保障，都是大家共同努力出来的。那也希望呢，像我这样的新成员，一起呢努力台湾所有的美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话题啦。那么还没有订阅微微的朋友，记得点击一下订阅，记得按起小铃铛。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下方多多的留言，跟微微多多的互动。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爱你们哟！我是优妈，我是丫丫。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啊。